第16集，最后一关克服心魔。黑风息受邀跟太阴老人对弈一局，一开始他出现幻觉，看到好几个自己，心中清楚最大的敌人便是自己，只可惜这些人在相终究只是棋子。黑风息还看到小时候因贪玩偷跑出宫，回来后母后死了，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心魔，自责当时若没有出去玩母后就不会死了。这些年黑风息一直与魔为伍，鼓励自己扔掉枷锁才能往前走，自责毫无用处，要勇敢面对。太阴老人夸黑风息心性不错，现在剩最后的考验，都说人生如棋，棋盘便是3000烦恼丝，黑风息只要斩断3000烦恼丝就可以破局。黑风息不想斩断情丝，见黑风息那么痛苦，白风息直接毁掉棋盘。黑风息知晓白风息心无挂碍，自然不会被棋局所迷惑。白风息贴心帮黑风息擦汗，心下不悦黑风息说自己只知道吃喝玩乐。这局算是破了，黑风息和白风息终于见到太阴老人真容。太阴老人感慨，武林之中人人都想得到蓝阴蔽月，唯有他们还彼此推辞。黑风息是因为白风息进入雾山，若能得秘籍固然好，一无所获也不是不可。白风息雾山之行本就是救师傅和师妹来的，不会觊觎秘籍，若是黑风息得了秘籍，练成绝世武功，大不了逼他教自己，想必黑风息也不想世上没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。太阴老人苦恼自己的蓝阴蔽月功法一直达不到境界，现在就传授给他们，看他们能学到几分。看二人练功，太阴老人没想到二人悟性如此之高。黑风息修炼蓝阴内力混乱，恐走火入魔，白风息只能用蔽月心法救黑风息，本要运行一个大周天，但白风息为救黑风息，当场扭转经脉。黑风息知道人生中有些东西要丢掉才能获得，可有些东西终究割舍不了，自认为心无旁骛两手空空，却唯有白风息怎么也舍不下。3000烦恼丝，留着一根又何妨，就让这根烦恼丝绑着他一辈子。白风息恢复了黑风息的内力，但黑风息刚刚走火入魔，要想让黑风息神志清醒，必须点中百会神庭等4个穴位，而这些都是死穴，白风息必须注意分寸，黑风息的生死就在他的一念之间。二人成功修炼成蓝阴蔽月，太阴老人也终于明白蓝阴蔽月需心心相印，互相牺牲，生死相依方可成功。玉无缘在燕归镇，没想到是一处天险死局，如今山中大阵失灵，猜到是有人闯关成功。玉无缘令断魂门人集结在雾山外，原来玉无缘居然是断魂门少主。江湖人士下山要经过此处，玉无缘安排断魂门的人在此处设伏，倒要看看是谁取得蓝阴蔽月。黑风息和白风息通关，太阴老人自知命数将近，就将设计堪舆图送黑风息，希望能用于正道。太阴老人还将自己亲手培植的蓝阴蔽月花送给白风息，这花几10年才开一次，每天只靠内力蕴养，便会永生不败，将来在生死关头之际，说不定能带来意外生机。太阴老人安排身边人送黑风息和白风息来到雾山外，待他们走远，雾山地震坍塌，其实这里是太阴老人选的一座坟墓，他要留在这里为太阴老人守墓。玉无缘逼问太阴老人身边人是谁得到蓝阴蔽月，那人不说玉无缘，便对其使用催心掌，原来玉无缘是穷穷后人。在杀了太阴老人身边人后，玉无缘遇到黑风息和白风息，为了试探他们中是谁获得蓝阴蔽月，玉无缘告知山下在打斗，白风息特别担心，马上赶去山下。断魂门袭击白剑德一行，白风息和黑风息合体打退断魂门的人。玉无缘在暗中观察，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马上就是朝会，可是风兰息还没赶回来，钟离等人特别慌张。朝会上，雍王不见风兰息而大怒，认为风兰息因战马一事居宫而邪。风举为风兰息说话，此时风兰息前来，给父王呈上设计堪舆图，为了这幅图在路上耽搁，这才迟到朝会。风举质疑此图的真伪，秦相见过真图，雍王便让他辨别真伪。秦相仔细辨别，确认是太阴老人亲绘。
众人好奇丰兰息如何认识太阴老人，丰兰息声称那次落水救他的就是太阴老人。雍王大悦，丰兰息这是为大雍立下不世之功，必须要重重赏赐。此时帝都上使前来，雍王赶紧令元禄收起设计堪舆图，此人是丰兰息安排，知道凤氏有意远亲在帝京礼部任职，就拜托请凤妻吾帮忙，这一回他要先发制人。帝京上使此番是奉圣上之名携祭礼而来，马上是一哥公主40名旦，这是来给丰兰息撑腰来了。上使想要去公主陵庙祭拜，雍王慌了，薄情的他根本没有将丰兰息的母后葬在陵园。丰兰息见状帮忙圆场，劝父王要在母后冥诞之前布置出一个祭坛来。明日先王后祭礼需要2个时辰，百里氏不想参加，在雍王面前装病。雍王兴许是看出百里氏心思，声称百里氏身为大雍王后，就算病得起不来，也不会误了明日的大祭。丰兰息祭拜母后，这次利用母后的诞辰给百里氏一个下马威，知道母后不喜欢他这样做。小时候母后告诫他不可对他人用心险恶，可他终究还是做了许多事，有对有错，不知道母后是欣慰还是会厌弃他，可他不愿随波逐流，也愿争一争。